沈家小姐中了奇毒，要与心上人圆房才可解，而她的心上人正是我的夫君。安哥哥，救救我！淮安，你和娉婷从小一起长大，现如今要眼睁睁的看着她送死吗？你救救她，义母求求你了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沈家上门的这一天。前世，我为了护住这段婚姻，像个疯子一样冲上去拒绝，背上了见死不救的骂名，最后被这个男人亲手毒死。楚华，你以为我真的爱你？这半年的恩爱，不过是为了让你也尝尝娉婷死时的痛苦。你在药里下毒？若不是你当初见死不救，娉婷怎会病逝？既然你害了她，就用你和你肚子里的小孽种去给她陪葬。孩子，放过这个孩子。只怪她命不好，选了你做娘亲。你们母子俩都去给娉婷偿命吧。可没想到，上天竟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淮安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你忍心让我和你姨父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上辈子，沈母跪我的事情不知如何传了出去，会因此被京城中的人戳着脊梁骨骂。就是她，不孝女！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受过沈家恩惠的小丫鬟，故意要毁了我的名声，知道吗？楚华对待长辈苛刻至极，让他当众下跪。既然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，那这次跪的人就换成贺淮安吧。楚华，贺淮安，你怎么能让沈叔母跪你呢？沈伯母将你养育成人，也算你的半个母亲。这天下哪有跪儿子的说法？贺淮安最在乎的就是那清廉孝义的好名声，这一嗓子下去，贺淮安苦心经营的人设，今天就要折了大半。楚华，我不是，我没想让义母。沈伯母，楚华替夫君给您赔不是了。沈伯母别动，若是让旁人看见夫君受您的跪拜，夫君这探花郎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贺淮安和沈娉婷本是青梅竹马，他10岁那年，贺父因病去世，沈父见他可怜，便将他带回府中照料。他长得一表人才，俊美无侯，沈娉婷便对他芳心暗许。后来，他一举高中，成了意气风发的探花郎。可没想到，他在朝堂上向皇上请求娶我为妻。臣对楚华郡主一见钟情，自那日御花园一见，便夜不能寐，恳请陛下成全。贺探花，楚华乃大将军孤女，朕亲封的郡主，你一无根基，二无凶报，求娶郡主，当真只是因为情不自禁？臣一片真心，天地可鉴。皇上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。我那时对他颇有好感，但了解到他和沈娉婷的事情后，便打了退堂鼓。他不曾解释，只是每日都给我带爱吃的糕点、果子。他这样足足持续了数月，直到那日。贺探花，你在这儿守了几个月，日日送些糕点玩物，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听闻你与沈家小姐青梅竹马，早已默认婚约，你如今纠缠本君主，置她于何地？楚华，我对娉婷从来只有兄妹之情，并无男女之意。我的心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那时他看向我的眼神真诚又炙热，我相信了他。可没想到，从始至终，这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局。夫君，沈伯母为了沈小姐的命都求到这份上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贺淮安，这一世你还想拿我当挡箭牌？上一世你让我回绝沈家，
等沈娉婷死了，你等装起情深意重，怪我擅堕害死了她。若不是你擅堕，娉婷也不会死。她只是太爱我了，又何错之有呢？其实根本不是我挡了沈娉婷的路，是你自己舍不得这骏马的权势，亲手牺牲了他。这锅我不背了。义母，我的心中只有楚华一人，恕我不能答应。我会替娉婷寻遍天下名医为她解毒。楚华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楚华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那沈家老妇跪在贺回安面前，他却受得理所应当。如今朝堂上参他的本子已经堆成了山。黄伯父，他既然要做这大齐的官，迟早是要独自面对这些风雨的。你倒是不像以前那样护着他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便让他闭门反思，无事不得出府。黄伯父，前世您为了查清我的死因，在皇子夺嫡的乱局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心血。临终前，您大骂贺怀安是白眼狼，却终究没能亲手替我报仇。贺回安，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朕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楚华，你还有心思吃？现在全京城都在骂我，说我罔顾养育之恩，陛下还让我停止反思。哎呀，夫君，这名声虽重要，可身子更重要呀。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，这饭要是再不吃，可是要生病的。你怎么一点都不为我着急？夫君说笑了，这风雨是你自己招来的，我急又有什么用呢？急吧，贺怀安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前世欠我的每一条命，我都要你慢慢还。兰芝，再去帮我盛碗汤来。都给我滚！人一旦闲下来，就会胡思乱想。才在家安分了几天，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郡主，沈家那边送信来了。前世贺怀安拒绝了沈娉婷后，他找人给贺怀安送了一封信，请求一见。可那封信被拦下，送到了我的手里，因此贺怀安并未去见过他。所以前世我成了他们爱情中最大的恶人。但这一次我偏不。郡主，这是沈家差人送给探花郎的私信，要拦下吗？不仅不拦，还要亲手送到贺探花手里。我倒要看看这对痴男怨女能演出什么好戏。不种种风景，花开富贵情。安哥哥，娉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本该在家好好养病。安哥哥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大夫说我的毒入心髓，唯有你能救我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死？安哥哥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心里真的没有我吗？安哥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是。
能在临死前听到你亲口承认娉婷死而无憾。娉婷，你相信我，我绝不会让你死的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救你。晦气！楚华，今日身子可好些了？外头风大，我特意嘱咐厨房给你炖了补汤。夫君有心了，看夫君面带愁容，可是有什么事要同我商量？咱们是夫妻，直说便好。楚华，义父义母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年丧女。娉婷那孩子，夫君，我都明白。便是你不来找我，我也要去找你的。若是娉婷妹妹真的因为你见死不救而死，我如何能心安？况且，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，夫君以后在朝堂之上，如何自处？果然，一提到朝堂和前途，他的眼睛都亮了。可你要怎么办？楚华，我不能委屈了你。夫君，我有一计，明日你便进宫找王伯父，请旨和离。这怎么行？夫君，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这只是缓兵之计，等娉婷解了毒，你大可以再想办法接我回来。如此既全了你的名声，又救了他的命。楚华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。夫君早点就寝吧，明日一早还要进宫，养足精神才好成事。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兰芝，去给黄伯父送口信，就说王已经撒好了，就说王已经撒好了。走吧，去看看我们的探花郎如何亲手断送自己的前程。骏马，你不在府中反思，来找朕有何事？陛下，臣今日前来是为和离。哦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臣知，臣意已决，恳请陛下下旨，让臣同楚华郡主和离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朕便成全你。传朕旨意，楚华郡主与贺骏马即日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贺探花，你的愿望朕满足了，现在该算算别的账了。楚华是朕亲封的郡主，你想娶便娶，想弃便弃，你将天家颜面置于何地？臣愿意补偿郡主黄金万两。黄金万两？朕的郡主会缺你那万两黄金？贺探花枉顾脸面，朕今日便革了你的官，将你关入诏狱。贺怀安，你在等我出现替你求情，展现你的大义吗？可惜我今天只看戏，不入局。来人！父皇，请慢，此事另有隐情。请慢，此事另有隐情。老二，你说。儿臣听闻沈家小姐中了奇毒，需与心上人圆房方可解救，而那心上人正是贺探花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贺探花此举虽损了天家颜面，却是为了救人。民间皆传贺探花德才兼备，如今看来果真不虚。贺探花此举真是有情有义。是啊，为了恩人之女舍弃荣华，实在难得。李印，你果然还是跳出来保他了。名声你想要，沈家的钱你也想要，想两全其美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
我偏不让你如意。老二说的对，救人一命确实是功德，可朕的楚华也不能白白受着和离的委屈。楚华刚刚和离，也可怜得很。沈家既然如此心紧救女，想必也是愿用万贯家财来换独女一命的。这份散财救人的心意，实在是感人至深呐。大臣们个个都是人精，哪会听不懂话里的意思？皇上这话，便是你沈家怨也得怨，不怨也得怨。父皇英明，贺探花还不谢恩？臣谢主隆恩。楚华，出来吧。夫君，早晨侍卫报告说郡主入了宫，朕还不信，接来一看，果然是真的。朕多日未见郡主，甚是想念，便将她接到了殿内叙旧。贺怀安，你是不是在怪我没按照昨晚的安排出现，替你拒绝10000两黄金的补偿？可惜啊，黄伯父已经替我圆了场。这和离我要，沈家的万贯家财我也要。既然和离已定，贺探花，别忘了你答应的补偿。臣明白。回府的路上，贺怀安脸色铁青，连半个眼神也不曾分给我。我在心里偷笑，面上却一脸委屈。贺怀安脸色铁青，连半个眼神也不曾分给我。我在心里偷笑，面上却一脸委屈。夫君，你可是怪我了，我也没想到皇夫妇会突然把我接走，我哪里知道会发生这样的变数。楚华，我心疼你还来不及，哪里会怪你？我只是……夫君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沈家？义父义母上了年纪，娉婷又打小娇生惯养，如今家产全都要收归天家名下，没了银钱，他们往后该如何生活？夫君不用担心，圣旨虽说沈家要把家产赔偿给我，可我的不就是你的？等那些地契、铺子、银钱过到了我的名下，我便立刻转给你，这样沈家二老和娉婷妹妹就不用受苦了，你说好吗？等那些地契、铺子、银钱过到了我的名下，我便立刻转给你，这样沈家二老和娉婷妹妹就不用受苦了，你说好吗？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楚华，你放心，待娉婷解了毒，我立刻同她和离，咱们重新成亲。我的心里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等沈家的家产落在我手里，你是哪位？对不起，不认识。刚回到郡主府，沈父和沈母再次带着黄金上门。朝堂上的事就像是一阵风，很快就吹到了沈家。但他们大概没了解事情的全貌，以为沈娉婷有了救，却不知代价巨大。郡主，圣旨已下，我们娉婷和探花郎的事儿算是定了吧？瞧，这100两黄金可一分不少，这100两黄金可一分不少。娶沈娉婷可以，但得加钱。这是何意？100两黄金可是当初说好的。沈伯父不知，本郡主还以为夫君和你们打好商量了呢。商量什么？到底商量了什么？陛下准了和离，但夫君在大殿之上亲口许诺，他愿意将沈家的万贯家财悉数补偿给本郡主。万贯家财？他疯了吗？沈伯母别急，夫君也是为了救妹妹的命。贺怀安他怎么敢？他竟然卖了沈家！是银钱重要，还是女儿的命重要？伯父向来疼爱妹妹，想必是舍不得。伯父向来疼爱妹妹，想必是舍不得。只要沈家家产全部过户到我名下，陛下才肯下旨为娉婷妹妹赐婚。如此，她进门才名正言顺，不是吗？贺怀安，
你拿沈家的命根填我的胃口，我便替你把这把火烧得再旺些。沈家舍不得钱，沈娉婷就得死；舍得钱，你这大情大义的探花郎，往后可就没好日子过了。果然，3天后，沈父再次上门，求郡主成全。义父，娉婷她怎么样了？他快父说，若是再不解毒，只剩5天命了。把圣旨给我，快！急什么？黄伯父交代过，等沈家所有家产过户到本郡主名下，这圣旨你自然拿得走。这里是沈家所有的地契、商铺、银票，还有过户契约，郡主您签了吧？郡主您签了吧？郡主，丹国那边传信，沈小姐如今吐血不止，药量是不是太重了？重吗？这毒可是前世贺怀安亲手喂进我嘴里的，我只是还给沈娉婷而已。我买通了大夫，催化了毒性，就是为了让沈父在绝望中乖乖交出家产。若是皇父随便找个罪名，沈家必死。但我要求的是名正言顺。现在我有钱有闲，而他们一无所有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沈家的万贯家财，他们那所谓的真爱能在贫民窟里撑过几天？郡主，咱们真的要把刚到手的家产过户给贺探花吗？我又不傻。郡主驾到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贺怀安和沈娉婷当晚就成了亲，但圆房才是重中之重。圆房，那就圆个够吧。今日的恩爱，便是明日送你们上路的要引。楚华，你大清早带着这么多人来这干嘛？还有没有点规矩？沈伯父，咱们昨日签的契约，你可是忘了？你不提我都忘了。如今我和娉婷以圆房成婚，你赶紧把沈家的家产过户到我名下，这本就是沈家的东西，拿回来也理所应当。你过来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求饶了？清醒了吗？楚华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楚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哥哥？他可是你的夫君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本郡主大呼小叫？本郡主是从一品，你一介庶民，不跪也就罢了，还敢质问本座？楚华，你别这样，有话好说。贺怀安，沈家人没见识，不懂规矩，你混迹官场也不懂。你一个区区五品官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直呼本郡主的名讳？给我跪好了！上一世就是这几个人害我惨死，原来没了我的指点和辅佐，贺怀安，你竟然这么无用！郡主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过娉婷吧，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求您了。爹，你别求她，这个毒妇！看来沈小姐还没搞清状况，你以为贺怀安为什么能娶你？什么？为了救你的命，你父亲已经把沈家的一切都给了我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愿意和离？他贺怀安又凭什么能进你沈家的门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安哥哥，他说的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你在骗他！娉婷，你别怕，还有我。既然沈家的一切都归了本郡主，那他们身上这些首饰衣物，
自然也要留下。扒了！不要，我自己来。贺怀安1月100两俸禄，连沈娉婷的胭脂钱都不够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真情能撑过几天。往日的沈家有多辉煌，如今就有多落败。沈府的牌匾已经被摘，挂上了郡主府的匾额。郡主，全都清点清楚了。沈家这些年积攒的家业共有黄金万两，京城地段最好的商铺整整58家。这些本就是他们欠我的。楚华，你出来见我！我是淮安啊！咱们夫妻一场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楚华，你出来见我！我是淮安啊！咱们夫妻一场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放肆！郡主府邸，庶民不得擅闯。你叫我庶民？我是当朝探花，我是骏马。贺探花记错了，和离书以下，你我早已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兰芝，关门。楚华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看你这清高的探花郎在泥潭里烂掉。真没想到，这些孩子中，朕最疼爱的就是老二，可李印竟敢背着朕，笼络大臣，豢养4军。黄伯父，有些路李印走了，便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罢了。黄伯父，有些路李印走了，便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罢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黄伯父，这一世，楚华绝不会让李印和贺怀安那场叛乱重演。李印贬为庶人，看守陵园，永世不得入京。同党余孽，或贬或流。李印在朝堂上替贺怀安说话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他这一世的结局。郡主，贺怀安被罢免官职，永世不得为官了。他那日说，且等着。如今确实等到了，没了官职，没了沈家的钱。贺怀安，我看你那真爱在破败的贫民窟里能熬多久？贺怀安被罢官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一日之内传遍京城大街小巷。昔日风光无限的探花郎，一夜之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丧家之犬。嘿，听说了吗？那位意气风发的探花郎贺怀安被罢官了。嘿，听说了吗？那位意气风发的探花郎贺怀安被罢官了。罢官？他不是刚娶了沈家小姐，还攀着郡主吗？什么探花郎？现在是永世不得为官的庶民，连二皇子都倒台了。他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，活该成了丧家之犬。王大人，王兄，是我淮安啊！你晦气东西，这种货色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了。郡主，贺探花，如今该叫贺平民了。被宫里来人摘官袍夺玉带时，那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现在连头都不敢抬了。以前巴结他的那些官爷，现在见了他都绕道走，那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现在连头都不敢抬了。以前巴结他的那些官爷，现在见了他都绕道走。昨日他在茶馆还被人当众啐了一口。沈家那边呢？沈家连日闭门不出，沈小姐咳血的毛病又重了，沈老爷请了好几个大夫，都摇头说治不好。这才只是开始，上一世他给我的痛苦，我要他100倍偿还。郡主，二皇子倒台后，不少人在背地里说您心狠，说皇上偏袒您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说便说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一没害命，二没乱政，他们有什么资格智慧？贺怀安为了青梅竹马，弃我颜面；沈娉婷装病设局，构陷主君，哪一桩不是他们咎由自取？
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贺怀安被罢了官，他如今缩在哪儿？贺怀安被罢了官，他如今缩在哪儿？回郡主，他在城南贫民窟租了一间破屋，四面漏风。从锦衣玉食到破屋烂长，想必他落魄得很。派人盯着，我要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步把日子过成烂泥的。贺怀安、沈娉婷，这一世我要你们在贫穷和怨恨中互相对抗，直到最后一口气。上一世我也这样站在窗边等着贺怀安，可我临死前才知道，那温柔之下藏着恶毒的人心。这一世我绝不给任何人伤害我的机会。郡主，宫里头来人了，说是皇上请您入宫赴宴。知道了，备车。皇甫父今日突然设宴，明面上是家宴，暗地里那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。皇甫父今日突然设宴，明面上是家宴，暗地里那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。二皇子倒台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惶。皇甫父需要我这个郡主站出来，用这份圣宠告诉所有人，这大齐的局面还稳得很。既然他们想看我这下堂期的笑话，那我就借黄伯父的手，把这些人的嘴一个个扇烂。郡主府马车到，请楚华郡主下车。记住了，今日入宫，咱们不是来哭委屈的，是来彰显威严的。参见楚华郡主。楚华，近来在府中可还好？劳皇伯父挂心，一切都好。楚华，近来在府中可还好？劳皇伯父挂心，一切都好。那就好。今日家宴不必拘束，吃好喝好。郡主风采，敬您一杯。近日那贺怀安与沈家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不知郡主如何看？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不信抬头看，苍天绕过谁？楚华，乃朕亲封的从一品郡主，忠良之后，朕视如己出。日后若再有敢诋毁郡主者，以蔑视皇家论处。谢皇甫父厚爱，楚华铭记于心。郡主，这下再也没人敢说您半句不是了。不是没人敢说，是他们不配。贺怀安、沈娉婷地位已稳，接下来该看你们在泥泞里如何挣扎求生了。贺怀安、沈娉婷地位已稳，接下来该看你们在泥泞里如何挣扎求生了。贺怀安的落魄比我预想中来得更快、更彻底。几日后，兰芝带回的消息越发不堪。郡主，贺怀安那边快过不下去了。那位探花郎连破屋的租金都交不起了。何止啊！他想出去找活计补贴家用，可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是被皇上罢官的白眼狼？商铺不敢顾，滚出去！别弄脏码头不肯收，他去扛大包都被人哄了出来。白眼狼，真是一点活路都没了。高高在上的文人风骨，终究是抵不过碎银几两。还有更热闹的，沈娉婷怀了身孕，身子娇贵，吵着要吃点心鲜果。贺怀安兜里没几个子儿，买不起，两人还大吵了一架。贺怀安竟动了手，当众把沈娉婷推倒在地，还是邻居看不过，把人扶起来的。当众把沈娉婷推倒在地，还是邻居看不过，把人扶起来的。怀孕了，她竟还敢动手？是，听说贺怀安现在脾气暴得很，沈娉婷整日哭哭啼啼，两人那是3天一小吵，2天一大吵。上一世他对沈娉婷爱得死去活来，觉得我善妒歹毒，觉得沈娉婷柔弱可怜。如今真正在一起了，没了银子撑腰，这情分倒散得挺快。沈娉婷的身子如何了？大夫说沈小姐动了胎气，需好生静养，可他们连补身的药材都买不起，只能硬扛着。可惜贺怀安与沈娉婷的深情，在柴米油盐和穷困潦倒面前，终究不堪一击。淡贵那边有消息吗？淡贵那边有消息吗？丹贵说，沈小姐近日常常半夜哭泣，后悔嫁了贺怀安，也后悔当初设下圈套算计郡主，还说若是能重来一次，绝不会再做这般蠢事。后悔？
晚了，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后悔药。楚华，你这个毒妇！沈娉婷当初想要鸠占鹊巢，享受探花夫人的荣华富贵，如今美梦破碎，她落得这般下场，不过是自食恶果。告诉丹桂，不必再向沈娉婷的药里下毒了。郡主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虽然我想报仇，但只找罪魁祸首，不祸及无辜婴孩。伤害过我的人，我要让他们为此偿命。虽然我想报仇，但只找罪魁祸首，不祸及无辜婴孩。伤害过我的人，我要让他们为此偿命，但无辜之人，我不能动。我不是圣母，但也不会沦为和贺怀安一样的恶魔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吩咐。几日后，我闲来无事，带着兰芝出门逛街。停车。你以为你还是沈家大小姐吗？想吃点心，想吃鲜果，吃不起就给我忍着，整日哭哭啼啼，我烦都烦死了。贺怀安，当初是你心甘情愿要娶我的，是你自己为了我和离的，如今你倒怪起我来了，你这个负心汉！我心甘情愿，若不是你装病设局，我会丢了官，没了钱，住到这儿四面漏风的破地方。沈娉婷，你就是个害人精！这种狗有可祸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！可怜的郡主，那是你贪图我沈家的钱，贺怀安，你才是真正的骗子！这种狗有可祸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！可怜的郡主，那是你贪图我沈家的钱，贺怀安，你才是真正的骗子！郡主，您看他们在大街上就吵成这样，简直不知羞耻。救命啊！我知道。走吧，无趣。互相折磨，互相怨恨。贺怀安、沈娉婷，这种在穷困潦倒中耗尽情分的滋味，比直接杀了你们还要解气。你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我以为贺怀安会一直缩在贫民窟里苟延残喘，没想到他竟还有胆子主动送上门来。郡主，贺怀安正在府门外闹事，叫萧着要见你。哦，他还敢来？他说您霸占沈家财产，害他妻离子散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和您重修旧好。他说您霸占沈家财产，害他妻离子散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和您重修旧好。重修旧好，他是哪里来的脸面，敢说出这种话？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这跳梁小丑还能演哪出。放肆！不得靠近郡主！楚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被沈娉婷那个贱人迷惑，更不该忘了你对我的好。我心里爱的人一直是你，楚华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他是真的穷疯了，还是以为我依旧是前世那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傻瓜？贺怀安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连脑子都糊涂了？你不是爱沈娉婷吗？不是为了她不惜得罪皇家，不惜与我和离吗？你不是爱沈娉婷吗？不是为了她不惜得罪皇家，不惜与我和离吗？怎么，过不惯苦日子，想起我的好了？贺怀安，你太看得起自己，也太小看我。我就算终生不嫁，也绝不会再看你这种薄情寡义的渣男一眼。楚华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？狠心？比起你上一世对我做的事，我这算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大概是我记错了。滚吧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污了我的眼。楚华，你别太得意，你以为你能风光一辈子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，我会报仇的。报仇？一条丧家之犬，你也配？报仇？一条丧家之犬，你也配？郡主，贺怀安这般疯癫，会不会……不必担心，一条丧家之狗的狂吠，何必放在心上？他越是恨我，越是不甘，就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被扔出城外的贺怀安并未就此消失，他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蛰伏了几日，竟又悄悄潜回了京城，
还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诡计。好一个贺怀安，自己没本事翻身，竟想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做筹码。上一世杀我孩子，这一世竟连自己的骨肉都不放过，简直猪狗不如。兰芝，立刻去查贺怀安最近都接触了什么人，他打算如何栽赃我。是。郡主，贺怀安打算让沈娉婷小产，然后对外宣称是您派人恐吓商人，导致其失子。贺怀安打算让沈娉婷小产，然后对外宣称是您派人恐吓商人，导致其失子。他还联络了几个之前被罢免的官员，打算明日一早联合上书，告您心狠手辣，残害孕妇，草菅人命。真是愚蠢至极。他以为凭他三言两语就能抹黑我，就能动摇皇府对我的信任。他想闹，那就让他闹个够。既然他这么想利用孩子栽赃我，那我就成全他。郡主，您的意思是？去，按照贺怀安的计划配合他，但要留下证据，证明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，与本郡主无关。另外，把贺怀安联络旧部恶意陷害本郡主的证据一并收集齐全，明日一早直接呈给皇上。奴婢明白，郡主这是要将计就计，彻底送贺怀安上路。不错，前世贺怀安欠我的，这一世这笔账也该彻底清算。第二日一早，京城果然炸开了锅。贺怀安带着沈父沈母跪在宫门外，哭天抢地。陛下，求陛下给微臣做主啊！楚华郡主心狠手辣，派人深夜闯入民宅，恐吓我病弱的妻子。我这苦命的女儿啊，她腹中的孩子还没见到太阳就这么没了，一尸两命啊！听说楚华郡主是因为和离怀恨在心，才害沈家小姐流产的。啧，平日里瞧着尊贵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毒，连没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楚华郡主此举违背人伦，残害孕妇，令皇室蒙羞，朝野上下无不痛心疾首。微臣等联名上书，请陛下严惩楚华郡主，以平民愤。一尸两命，草菅人命，你们的消息倒真是灵通！快把楚华召进宫来，朕要亲自审审这毒妇。楚华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皇伯父，臣女冤枉。贺怀安所言纯属子虚乌有，恶意栽赃。陛下，他撒谎！贺怀安所言纯属子虚乌有，恶意栽赃。陛下，他撒谎！娉婷肚里的孩子分明就是楚华害死的，这个毒妇！陛下，臣女有证据能证明流产一事全然是贺怀安自导自演，恶意构陷。这里的人证物证详细记录了贺怀安是如何亲手毁掉自己的骨肉，伪造现场，甚至还有贺怀安亲笔写下的供名。直言要利用这个死掉的孩子博取同情，重回官场。贺怀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念你昔日有功，才饶你狗命罢官为民。你非但不知悔改，竟敢拿亲生骨肉做筹码，构陷郡主，扰乱朝纲。陛下，臣没有，这都是陷害，是楚华陷害臣，陛下开恩啊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来人，将贺怀安拿下，打入天牢，严加审问，秋后问斩。来人，将贺怀安拿下，打入天牢，严加审问，秋后问斩。楚华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这个毒妇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贺怀安，你欠我的，欠我那未出世孩子的，这辈子下辈子你都别想还清。郡主，沈家人走投无路，现在正跪在正厅里。这场戏可是你们亲手开的头，等会儿收不了场，可别怪本郡主没提醒你们。走，该收网了。郡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怀安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才做了错事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他一命。郡主，沈家已经家破人亡了，娉婷小产，身子全垮了。要是怀安死在牢里，我们也活不下去了。沈伯父、沈伯母，不是我不肯放过贺怀安，是他自己不肯放过自己。贺怀安屡次三番挑衅辱骂本郡主，甚至丧心病狂到利用亲生骨肉栽赃构陷，这等留着便是祸患。皇上圣明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即便我想要求情，也无从开口。可是娉婷她……爹娘，你们别求他，是我们对不起郡主，是我们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别人。娉婷，郡主，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我嫉妒您，设下假毒的圈套逼您和离，想抢走您的夫君，霸占您的一切。
我以为能得到幸福，可我错了。贺淮安根本不爱我，他爱的只是权势，是沈家的钱。落魄后，他对我非打即骂，甚至利用我腹中的孩子去栽赃你。贺淮安这种男人根本不配为人。你想说什么便说吧。各位乡亲，我沈娉婷在此向楚华郡主赔罪。当初我根本没中气毒，那是谎言，是我设计陷害郡主，是我逼父母倾尽家财，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贺淮安被打入天牢是罪有应得，郡主从未害过我们，是我们自己造的孽。天哪！真的是假毒！这沈小姐居然自个儿招了，那贺淮安也太畜生了，利用亲骨肉去害前妻，简直猪狗不如！原来郡主被这对狗男女算计了这么久，真是太可怜了。郡主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你还算有几分良知，回去吧，从今往后好自为之。郡主，您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名声、钱财、家庭、爱人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。在这个世道，余生在悔恨和贫穷中度过，可比死要痛苦100倍。主犯是贺淮安，这笔账还没算完。楚华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贺淮安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像一条在泥潭里打滚的野狗。若不是你陷害我，我还是意气风发的探花郎。陷害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连亲生骨肉都下得去手。沈家的商铺在本郡主手里经营得极好，我会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你会在这里一点点等死。等你死后，你的名字会被刻在耻辱柱上，子子孙孙万世唾骂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沈娉婷小产后没保住子宫，这辈子都不能再生育了。你爹娘带着她住在城南那片最脏的贫民窟里，每天靠乞讨和捡剩菜过日子。他们逢人就说你是丧门星，恨你毁了沈家。我第3次来时，贺淮安对着墙壁自言自语，对我不理不睬。第4次来，贺淮安像木头一样盯着天花板。第5次来，贺淮安已经连抬头看我的力气都没了，彻底沦为废人。郡主，您何必3番5次来看这种烂人，只会脏了您的眼。不，我要来，我要亲眼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郡主，不好了，沈小姐她自尽了。意料之中，却也有些意外。怎么回事？沈小姐想起自己一生所做之事，悔恨交快，昨夜在屋里用剪刀自尽了。沈小姐想起自己一生所做之事，悔恨交快，昨夜在屋里用剪刀自尽了。沈娉婷，你终究还是受不住这折磨，去看看，哪怕你死了，我也要亲眼看看你的结局。郡主，娉婷她走前说，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您，求您一定要让贺淮安血债血偿。沈娉婷，你这一生机关算尽，为爱痴狂，最终竟如此收场。我知道了，没有风光大丧，没有亲友相送。沈娉婷，你用命为这一世的贪念画了句号。郡主，咱们现在回府吗？沈娉婷的事结束了，心头的郁结也散了大半，走吧。没过几日，就到了贺淮安问斩的日子。这眼神，我知道，那个恨我入骨的渣男记起前世了。这眼神，我知道，那个恨我入骨的渣男记起前世了。可惜太晚了。时辰已到，行！整整2世。郡主，大恩不言谢。不必谢我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郡主，这银钱我们万万不能收，沈家亏欠您太多，老朽受之有愧。拿着吧，沈家家产悉数在我名下，这些钱算是我的一点补偿。往后隐居山村，总是要用钱的。郡主大恩大德，我们没齿难忘。郡主，若是不嫌弃，日后到山村来找宿，我亲自下厨炖鸡给你吃。
好啊，那本郡主不仅要吃炖鸡，还要吃烤鸡。可以，不过得加钱。一路顺风。郡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上一世的苦难已成过往，从此世间再无被情爱所困的楚华，唯有自在随心的我。